上一个视频我们讲了必须用了一的情况，这节课呢，我们讲一下不能用了一的情况。好，首先我们来看第一种情况，表示习惯性经常发生有规律的动作不能用了一。好，第一个句子，我每天7点起床，8点去上汉语课。这句话在平时的学习中，很多同学说错，他们常常说我每天7点起了床，8点去上汉语课有的同学觉得起是一个动词，了一不是在动词的后面吗？好，但是你要注意这个句子中呢有一个标志词每天每天7点起床，每天8点上汉语课，每天都是这样的，说明它是一个有规律的动作，一个习惯性的动作，所以这个句子中不能用了。好，第二句，约会的时候他常常迟到生活中也有同学这样说，约会的时候他常常迟到了。常常迟到这种情况是他在约会的时候经常发生的一个情况，所以呢不能用了这个句子呢常常是一个重要的标志词。好，第三，最近几年北京很少下雪有的同学呢会说很少下了雪，这个是不对的，因为很少下雪这种情况在最近几年常常发生了所以也是一个这个有规律的经常发生的，所以呢也不能用了。好，第四句，每逢春节他都给中国的朋友们打电话拜年每逢是这个句子的标志词，逢的意思就是到什么什么的时候，就是每到春节的时候他都给中国的朋友们打电话拜年拜年，新年好，新年快乐，恭喜发财拜年说祝福的话。好，那么打电话拜年呢也是一个有规律的动作，所以呢也不能，句子中也不能有了好的，那么我们通过这4个句子，我们发现在这个句子当中，每个句子中都有一个重要的标志词，对吗？每天，常常，很少，还有每逢。好，我们给它总结一个规律当我们看到这一句话中有每天或者月、每月、每年或者每次这样的词，或者常常总是也可以，总是还有这儿很少在这儿每逢可以在这儿每天、每月、每年、每次、每逢都可以，常常、总是、很少有的时候也可以偶尔。在句子当中出现了这样的词的时候一定要记住句子中不能用了一。好再强调一遍，表示习惯性经常发生有规律的动作，在句子中会出现这样的词，每天、每月、每年、每次、每逢，常常、总是、很少、偶尔等等这样的词的时候不能用了一。好，接着我们来说第二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呢是表示心理活动的动词后不能用了一。同学们，你们想一想，心理动词有什么？好，心理动词可以是爱、
喜欢、打算、希望还有决心等等都可以心理动词有很多老师今天呢先说这几个。好，举一个例子平时我在和同学聊天的时候，常常问同学你们喜欢什么音乐呀？有的同学说我喜欢流行音乐喜欢，这样说是正确的但是你们不能说我喜欢了流行音乐，不可以因为喜欢是心理动词，它的后面不能有了一。好，第二快放假了，老师也会问同学们，放假以后你们打算做什么？同学们说我打算回国。打算，所以呢这样说也是对的但是你不能说我打算了回国，不可以所以在句子中一定要记住，当有句子中有心理动词的时候，这个了一定不能使用。还有很多的在中国留学的同学遇到中国朋友常常问的问题是，你们觉得汉语难不难有的同学说我感觉了汉语很难，可以吗？不可以因为感觉也是一个心理动词，感觉觉得，所以呢你说我感觉汉语很难，这个是对的我觉得汉语很难也是对的但是不能说我感觉了汉语很难，感觉的后面不能有了一。好，这是第二点需要同学们注意的，表示心理活动的动词后面不能有了一。好，第三，能怨动词的后面不能有了一那能怨动词有什么？想一想。好的，能怨动词我们学过的有要、想、会、可以、应该、能这样的词是能怨动词。在句子中它的结构常常是主语加上能怨动词，再加一般的动词，再加 object所以呢能怨动词是在这儿。比如说我会说汉语在这个句子中呢，会呢就是能怨动词，所以在句子中有能怨动词的后边不能有了一。你说我会了说汉语是不可以的好，比如有的同学说老师问2年以前有的同学一看这个时间是过去的时间，对吗说你会说汉语吗？有的同学一看2年以前是过去的时间，他就会说你会了说汉语吗？或者你会说了汉语吗？就是在这2个动词的后面加了一个了他会想这个不是动词吗？所以要加一个了一这个也是动词呀。所以在这儿呢一定要注意，在句子当中有能怨动词的时候一定不能说了一。第二个句子我们用想来造一个句子比如老师说刚才我想喝一杯咖啡这个想，有的同学呢看到刚才是一个过去的时间所以呢他说
我想了喝一杯咖啡，不对啊，想是能源动词，后面不能有了一啊。但是呢，这句话还可以这样说，刚才我想喝一杯咖啡，然后现在我不想喝了。我问一下同学们，在这儿为什么有了呢？好，听过以前视频的同学呢，就知道这个了呀，不是了一，对吗？它是了二。哎，对，它是了二，是说刚才呢我想喝，但是现在呢情况发生了变化啊，所以在这儿这个句尾了呢是表示变化啊，它不是了一，所以在前面这个想的后面呢是不能加了的啊，所以这句话这样说。刚才我想喝一杯咖啡，现在不想喝了，是可以的。接下来我们来看第四种情况。第四种情况呢是动作性不强的动词后面呀不能有了一啊。那动作性很强的动词，比如说跑、跳、看、听、说啊，这些都是表示动作性的动词。啊，但是在汉语中呢，也有一些动词，比如说是，还有在，不是表示动作性的动词啊。比如我们学过是字句，在这个是呢，它是表示一个判断性的动词，对吧？好，我们来看这个句子。如果说那时候他是了老师，这个句子是不对的啊。所以呢，这个是它不是动作性很强的动词。所以呢，它的后面是不能有了的啊。好，第二，这个在也是，昨天我在了家，这个不可以啊。说昨天我在家，这个是对的。好，一定要注意啊，在汉语里，当看到是和在的时候，这个句子当中不能有了。好，来一起读。那时候他是老师啊。昨天我在家，这样说是对的。好，第五种情况呢是表示持续进行的动作和状态，它不能用了一啊，所以这两个句子这样说也是错的啊。我们听一听，昨天我一直在家等了你，哪儿也没去。好，这个等这个动作。啊，一直在继续，因为一直等，所以在这儿呢，后面不能用了啊。我们换一个词是可以的啊，我们换一个动态主词，我们说这啊。昨天我一直在家等着你啊，这个表示这个状态一直继续啊，哪儿也没去，这个可以。第二句。雨不停的下了也不行啊，所以不停的也是一直。下雨下这个动作啊是持续进行的动作啊，所以在这儿不能有了，也是换成这是可以的啊。所以呢，我们可以总结一个规律，就是表示持续进行的动作和状态不能用了一，但是呢可以用这。对，这呢是 OK 的，但是了一是不可以的。好，来，我们一起读一个句子。昨天我一直在家等着你，哪儿也没去。好，是对的。雨不停的下着，这个也可以啊。好，所以这样的规则同学们一定要记住。接下来呢，我们再看第六种情况。好。第六种情况是宾语是小句或动宾结构的时候，动词的后面不能有了一。好，我们来看两个句子，这个呢也是平时同学们常常说错的啊。我去年开始了学习汉语。首先，我是一个主语，那么开始是动词，它的动词的后面的这个宾语呢是一个动宾结构啊，动宾结构，这是一个大的宾语 object。
它是一个动宾结构，所以呢，在这个动词的后面不能有了我们可以说我去年开始学习汉语，这个是对的所以一定记住这个动词的后面不能有了。第二句，我以为了你不来了，没想到你这么早到了。在这儿呢，有了也是不对的。为什么？因为我是主语，以为是动词，以为什么？你不来了，这是一个小句子做 object。所以呢，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当这个宾语 object 是一个小句子这就是个小句子，或者是动宾结构，这个是一个动宾结构是这样的结构的时候，它的动词的后面，这是动词，动词的后面不能有了一。这个以为也是动词，动词的后面不能有了一好，这个规则呢，同学们也一定要记住所以我们说的时候，可以说我去年开始学习汉语，这个是对的。我以为你不来了，没想到你这么早就到了。这样说是对的。所以在宾语是小句或动宾结构的时候，动词的后面不能用了一。你们记住了吗？好，今天不能用了一的情况，我们就讲到这儿。